上期视频给大家介绍了一下伯克希尔哈撒韦的年会大集，很高兴4张票都已经送出去了。希望频道的粉丝朋友们文化之旅玩得开心。今天来跟大家讲一下我心目中的股票投资教父巴菲特和他的投资帝国伯克希尔哈撒韦。我们能跟巴菲特学到什么呢？我们能像股票之神一样做股票投资吗？有哪些逻辑可以运用到投资房地产上来呢？今天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大家好，我是 Norman。1000个人眼中有1000个哈姆雷特，相信1000个人眼中也有1000个不同版本的巴菲特。今天我作为一个金融行业的小学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巴菲特的人生哲学和投资哲学浅薄的理解。先来回答一下上期视频开头的几个问题。你知道上市公司在位最久的 CEO 是谁吗？巴菲特。自1970年开始担任伯克希尔哈撒韦的 CEO， 至今在位已经是第53个年头了。这个数字预计未来很难被打破。巴老爷子超长待机，绝大部分正常人的工作年限也不可能有53年，更加没有多少人能像巴菲特一样出道即巅峰，上来就给你个 CEO 当当。你知道世界上消费和收入比值最低的人是谁吗？我猜应该也是巴菲特。他开着2014年款的凯迪拉克老爷车，每天早上吃$3的麦当劳套餐，衣服是大连的服装厂一个叫 Madam Lee 的人免费帮他做的，有20套 suit。 巴菲特基本上是只赚钱不消费的一个人，他计划去世后把99%的钱留给慈善事业。你知道世界上最贵的股票是什么吗？是伯克希尔哈撒韦的 A 股。截止2023年5月4日，每股四舍五入是50万美元。这也是为啥巴菲特合伙人查理芒格是一个捐股票达人。回母校密歇根大学捐款，别人捐的是钱，芒格捐了10股伯克希尔哈撒韦 A 股的股票。你知道世界上管理费最低的基金是什么吗？是伯克希尔哈撒韦。根据我比较严谨的调研，这家公司真的是不收管理费啊，不收管理费。你知道世界上每年稳定分红比例最高的股票是什么吗？这个问题其实是来搞笑的，没有正经的正确答案。我的搞笑答案是买一股伯克希尔哈撒韦 B 股$320，每年领4张年会的票，卖掉大约可以等于自己给自己创造了30%的年分红。有关我心中的巴菲特，今天想给大家回答这么几个问题。一、巴菲特的主要投资逻辑是什么？2. 伯克希尔哈撒韦不收管理费是怎么运营和维持的呢？3. 我投资股票能直接抄巴菲特的作业吗？第一个问题，巴菲特的投资逻辑。从1965年巴菲特入主伯克希尔哈撒韦以来，老爷子以年收益率 19.8% 的恐怖战绩，每年跑赢标普500指数 9.9% 的收益率，达到了100%的程度。这么多年下来，算上复利，巴菲特的总收益率是38000倍。SP500 同期是247倍。如果你在1965年给巴菲特1万美元，并且一直不卖掉伯克希尔的股票，那么现在你的身家将会是3.8个亿。我给大家总结了巴菲特投资逻辑里最重要的2点。第一点，坚定的长期主义。巴菲特投资核心理论就是不炒短线，而是要相信长期价值投资 value investing。 这可能是人类最朴素的智慧了。巴菲特一直以来都在坚持买价格被低估的好公司，并且长期持有，因为在长期看来，今天价格低于应有价值的公司一定会慢慢体现真实的价值，最终反映在价格上。巴菲特说过，如果一只股票你不想持有10年，最好10分钟也不要持有。巴菲特还有一些相关的著名 quote 也在诠释这个道理。比如巴菲特还说过，别人贪婪的时候我要恐惧，别人恐惧的时候我要贪婪。听起来和孔子的中庸之道有点像。这句话的本质也是在解释股票在短期偏离了均值价格 mean， 长期总会回到这么一个均值 mean 的逻辑。别人贪婪的时候，就是短期股票涨得太快了，并且向上偏移了长期均值的时候。比如2017年和2022年初的多伦多房地产市场，这个时候应该恐惧，等待市场冷却，或者股票市场可以 short sell 持有现金。
同理，别人恐惧的时候，我们应该贪婪，就很像2022年底或者今年初的多伦多房地产市场，市场 overcorrect 过度修正之后，会出现向下偏离市场平均值的表现，是好的买入时间点。长期主义还告诉我们，比特币、NFT 这样的短期暴涨行情，就像历史上的南海公司、郁金香泡沫一样，是不可持续的，它们不具备任何长期性。这种类型的投资产品其实更像是投机产品，这也是为什么我个人是绝对不碰比特币的。巴菲特的第二个逻辑，做个合理的人， Be a reasonable person， 俗称用脚投票。老巴可能是世界上最合理的人了，衣食住行需要啥就买啥，啥缺就买啥，啥不可撼动就买啥。而且巴菲特非常的言行一致，他看好哪家公司就买下来，不光会买这家公司的股票，还会买这家公司的产品。很多时候巴菲特是因为自己喜欢一家公司的产品才会去买这家公司的股票。巴菲特还经常辣评华尔街的基金经理不干正事儿，整天想着怎么搅乱市场来实现短期套利。著名的比如高盛反买别墅靠海，高盛每年出的投资建议 report 照着买，绝大部分时候都是亏钱亏得非常多的。这样的言行不一致，就是巴菲特反对的口嫌体正直的典型表现。那巴菲特是怎么用脚投票的呢？比如巴菲特每天都会喝5罐的可口可乐，和几乎每天都在开的车2014款的凯迪拉克就是典型的例子。巴菲特持有可口可乐公司的股票，也持有凯迪拉克母公司通用汽车的股票，所以有朝一日巴菲特的车坏了，准备换个电车，你猜他会买特斯拉吗？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猜巴菲特大概率会买自己持有的比亚迪的电车，主打的就是一个肥水不流外人田。同样，巴菲特还买了 Visa、Mastercard、American Express 3家信用卡公司。巴菲特认为支付是每个人需要的领域，所以最好在这个领域里横竖我通吃了。我在这点上真诚的希望追随巴菲特的逻辑，我永远只会给大家推荐我自己愿意出钱买的楼盘或者投资标的。很多时候我自己也是在给客户推荐的投资列表里挑大家没看上的物业买给自己。第二个问题，伯克希尔哈撒韦不收管理费，那它是怎么运营的呢？我从开源节流2个方面给大家讲讲。节流方面，伯克希尔真的是非常省钱的一家公司。巴菲特本人是个多么节约的人，其实上面和上期视频都提到了。你看看伯克希尔哈撒韦他们公司的网站呢，是不是也超级朴素，像上个世纪的产物，多一个字儿多一张图都懒得放。这种极简主义处处透露着伯克希尔省钱的门道。伯克希尔的员工像巴菲特和芒格，每年都只从公司领10万美金的年薪，他2个老人家主要是靠自己持有公司的股份增值来赚钱的。那么对没什么股份的员工该怎么办呢？伯克希尔还是会给到市场价的。比如高管 Ajit 和 Gregory 在2022年分别赚到了1900多万美元。这家公司的人员配置真的是稳如狗啊，想应聘都不是特别好的选择。不信你看看他们公司2014年和2015年奥马哈总部圣诞节的合照，大家除了穿的衣服变了变，连站位和表情都不带变的。公司稳定像这个样子，人员真的是不怎么流动啊。开源方面，其实伯克希尔本质上是一家基金公司，但是它却不像大部分基金公司一样靠收管理费盈利，他们是靠管理自己账户的钱给自己和股东赚钱的。一般的基金公司收费大概是这张图上面画的这样的，每年的 fee 算是额外的收益，每年的 expense 算是正常报销的费用。伯克希尔这家公司只有 expense 没有 fee， 他们确实会正常报销公司的运营成本，但是不会额外收管理费。就这一点，可以说伯克希尔已经把整个基金行业都直接干趴下了。且不说有多少人的收益率能跑赢巴菲特，起码巴菲特把能省的钱都给你省掉了。我随手打开 BMO 的基金管理列表，每年我们不管赚不赚钱呢，大家可以看到大部分基金都会先扣你2个点以上的管理费。也就是说，投资给这样的基金100块钱，一年下来，假设基金的收益是0，那么这些基金依然会扣除自己的管理费。第2年你账户上的钱就不到98刀了。我还找到了一个保险公司的基金，也做个参照， Cooperators 的 Versatile Portfolios， 管理费达到了惊人的 3.46%。 我不知道卖这个基金的基金经理做这份工作前需要做多少心理建设。
我的脸肯定是没有大到可以卖这种垃圾产品的程度。第三个问题，我不买伯克希尔的股票，但是按照伯克希尔股票的清单自己给自己买，这样抄作业行不行呢？答案是很可能也不行。即便你完全抄了伯克希尔和巴菲特的作业，相信收益率跟巴菲特比也会少得多。原因很简单，主要是两条。第一条，伯克希尔哈撒韦虽然公布自己的调仓和计划，但是很多信息也会做到事前保密。当我们知道伯克希尔买了啥之后再去买，很多时候已经错过了买入和卖出的最佳时机了。第二点，伯克希尔有特别的避税手段，是我们自己买没有办法实现的。伯克希尔哈撒韦作为一家公司交公司税，本来就可以比个人投资交的个人税要低得多。在只交公司税的基础上，伯克希尔还可以通过各种方式避税、减税、省税。举个例子，伯克希尔经常使用的一个方法就是换股来延迟付增值税。2014年，伯克希尔通过把增值的股票换股，而不是卖出再买入的方式进行了操作，一把就省掉了4个亿的税。这种操作我们自己去做是找不到对手方和我们进行交易的，而且伯克希尔不分红，不会让你提前有交税的压力。大家如果持有伯克希尔的股票，需要用钱的时候，可以选择卖掉部分股票实现套利。总结下来，我觉得无论从投资水平、运营资金的水平，还是运营成本这3个指标上看，普通人甚至是职业基金经理都很难跑赢巴菲特和他的伯克希尔。所以跑赢90%以上投资人的大道至简的买股票的方法，就是把需要投资的资金满仓买成伯克希尔 B 股，把困难留给比我更聪明的人。正如查理芒格最近讲到的，股票市场的投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强如伯克希尔在最近15年投资收益率也未必能跑得赢很多其他投资产品，比如跟人口息息相关的多伦多房地产。不过这并不妨碍巴菲特和伯克希尔作为投资界收益和道德双向标杆的历史地位，也不妨碍我会把暂时没拿来买房的钱买成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进行过渡。纯看收益率，不得不说，在现行加拿大税务和贷款规则下，5倍杠杆的房地产市场收益率依然是大幅领先股票和基金的收益率的。只可惜买房子的套数是有限制的，不能像股票市场一样无限扩大投资额。关于这个话题，我们可以再出一期视频聊聊。好，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点关注不迷路，房子上的问题找 Norman 就够了。